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马，一个专注于给对象拍照的摄影师。今天呢，要跟大家带来一组2025年我最新拍摄的樱花的这么一个拍照思路的分享。这一期视频呢，我主要通过怎么拍和怎么调这两部分来进行说明。那这期视频有点长，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说废话了，那我们赶紧开始吧。首先是关于怎么拍，那么我将通过回答3个如何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学会利用光线，这次的拍摄我是全程使用自然光，因为在我看来，自然光是决定画面通透感的关键因素。不同时间段的光线由于色温的变化，会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比如清晨和傍晚的阳光，由于太阳角度较低，颜色就会偏黄，这个时候拍出来的照片就会带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而当太阳逐渐升高，画面则会显得更加通透清澈。我这次的照片呢，也大多数是在这个时间段拍摄的。那仅仅会利用光线是远远不够的，学会与环境互动同样重要。比如利用前景增强画面层次感，让画面更具纵深感，从而增加沉浸式的视觉体验。又比如利用樱花的影子，让其和人物交错，来让画面更加的生动，赋予照片更多的故事感。再比如让主体融入环境，而不是让人物独立于画面中，通过构图的手法，让画面中的元素为你的主体服务，从而让你的照片显得更加自然，也更能传递你想表达的情绪。拍樱花人像照片的时候，我建议是仰拍。我基本上这次大部分的照片都是仰拍，甚至有些是躺下拍摄完成的。首先，仰拍能够最大程度的将樱花作为背景，这样一来，人物仿佛被樱花包围，画面就会极具沉浸感。其次，仰拍可以利用天空作为背景，让画面更加干净通透，尤其是在晴天的时候。天空的明亮色调能够和樱花的淡粉色形成柔和的对比。当然，仰拍时一定要注意构图，可以适当的让人物稍微低头，避免仰角过大导致不自然的面部透视。那这次用来拍摄第一视角的呢，是 Insta360的 X4 这么一款全景相机。由于360度全景拍摄的特性，让我能在专心拍照的同时，轻松地录制下所有的画面，后期再简单的挑选我想要呈现的第一视角画面，还挺方便的。那讲完了怎么拍，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下这次的调色思路。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后期调色之前，我想我们有必要验证一下我上一期给大家分享的那个透明感早樱调色的实用性。我这里刚好也有那一期思路的预设，让我们来套一下，然后再套一个我自己制作的人像蒙版预设。主要是恢复清晰度的作用，效果还可以哈。但目前的照片呢有点太灰了，那接下来思路就很简单，我们把这张照片的对比度做出来就可以了，增加一点去朦胧来增加中间调的对比，然后再提高一点曝光，通过提高阴影和降低黑色色阶把暗部的对比做出来，再通过把颜色分级中的阴影和中间调的曝光降低，增加高光的曝光，进一步的做出明暗对比。然后我们再回来微调一下，那么这样就应该 OK 了，效果还不错吧？那让我们回到今天的调色思路展示。可能会有朋友会注意到我这里使用的配置文件是相机 NT， 这是一款索尼相机的创意外观。如果你用的是其他品牌的相机的话，在这里选择一个低对比的配置文件，可能会更适用于我今天的调色思路。首先，让我们来到基本面板。由于我的照片前期基本上是欠曝拍摄的，所以我通常会增加一点曝光来恢复照片的整体亮度。之后稍微增加一点点对比度，这里降低高光来恢复一点细节。这里主要就看面部和衣服上面的光影就可以了。提高阴影，让暗部的细节得以显现，这里主要看头发。白色色阶这里呢，如果你想让画面沉稳一点，可以往左调；如果想让画面更有光感的话，就可以向右调试试。这次我选择的呢是轻微向右调，然后大家不用担心现在画面看起来有点灰啊，因为接下来只要我们降低黑色色阶，画面的对比就会看起来比较舒适了。之后降低清晰度，降低大范围的锐度，让画面变得柔和，增加一点点纹理，恢复小范围的锐度，给画面在柔和中保留一些质感。去朦胧这里呢降低一点，塑造一点朦胧的氛围感。增加鲜艳度，降低饱和度，平衡画面中各个色彩饱和度的常规操作。那之前的视频里就有同学在问小马老师调色太复杂了，有没有简单一点的调色方法？那这就是最简单的调色方法。目前这样的画面我觉得是符合出片标准的。我对我自己图的要求就是，如果调整完基本面板无法达到出片的程度的话，那么这张照片的前期就是相对失败的，而后续的调色呢，其实只是进行个人的风格化而已。OK， 那让我们继续。
校准这里呢还是很简单的，右左来做一个日系清橙色调的底子，然后依然是增加暖色的饱和度和降低冷色的饱和度来做进一步的冷暖对比。这里对我而言呢，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偏紫的樱花，虽然它在现实生活中就应该是这个颜色，所以要不要做这个调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接下来来到曲线，还是我的一个小习惯，我喜欢给高光加点红色，先通过锚点把其他区域固定住，减少对其他区域的影响，然后再把高光部分的曲线上移。这里主要观察衣服上的高光色彩。影料曲线呢，这里我们就简单的把暗部的锚点上移，然后把高光的锚点下移，模仿一个胶片感，然后再微调一下影料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曲线苦手的话，就其实只用做两端的锚点的上下移就可以了。接下来让我对单个颜色进行调整。人像摄影呢，我认为最重要的颜色就是肤色，也就是橙色。目前的肤色和樱花的颜色呢有点相近，我在这里稍微就把肤色往黄色调整，将皮肤和樱花的颜色区分开，稍微降低一点饱和度，提高明度，让皮肤的质感更通透。接下来就是调整画面中占比最大的元素樱花，这里主要是由红色色相控制。其实我这张图目前的颜色我觉得已经很 OK 了，所以我就没有过多的调整这个红色色相，增加一点饱和度，让樱花的感觉稍微突出一点点，增加一点明度来增加花的光感。然后这次的图里的黄色和绿色基本对画面没有什么影响，所以这里几乎可以不用调整这两个颜色，稍微降低一点饱和度来降低它们的存在感就可以了。浅绿色也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可以不去调整它。蓝色这里呢，我们就主要降低一点饱和度，提高一点明度，来让天空和樱花的颜色对比看起来更自然。紫色和洋红在画面里主要就是控制一些紫边，这里我们就简单的降低一下饱和度来消除它们的影响。另外，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紫边主要就是在樱花的边缘，所以这里可以和樱花一样增加一点点明度，让樱花的边缘过渡呢看起来更自然。接下来就来到颜色分级了，首先将混合和平衡向右边拉满这里我已经提前拉好了然后给高光增加一点点黄色，这一步其实不太重要，可以忽略接下来就是比较重要的地方了。当时我在调这张图的时候呢，调到这里，我觉得画面的整体颜色太单调了，基本上全是樱花的这种红色，所以呢，我在这里就选择在中间调里加入了这种红色的互补色绿色，来给画面塑造一些对比。这样操作之后呢，虽然中间调的部分的绿色我觉得 OK 了，但是暗部的绿色，就是这个右下角，让我看起来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呢，我又在阴影里加了紫色，把暗部的颜色给还原。这样的操作完成之后呢，相较于之前的画面我个人觉得目前画面的色彩就显得相对有层次了。当然，这里的感受我觉得见仁见智。然后我们再降低一些阴影的曝光，把暗部呢压实一点，增加一点中间调的曝光，塑造一点反差，再轻微提升一点高光的曝光，再给画面增加一点光感。之后就对画面进行一下边缘锐化，然后做个暗角和增加点颗粒。这张照片的主要调整就结束了。这张照片的蒙版调整都很简单，主要就是和我以往的时候一样，先做个人像蒙版来轻微增加点曝光，然后恢复它的清晰度，达到突出主体的作用。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皮肤蒙版来进一步的调整一下皮肤的颜色。之后就是一个常见的亮眼的操作，然后再把衣服的清晰度降低一点，让衣服的纹理在画面中不要太显眼。最后再把视觉中心稍微提亮，把边缘给轻微压暗。好，到这里呢，这次的调色就全部结束了。然后之前我看到了一条很有趣的评论他说我这个工作量100张图肯定一天修不完。那实际上呢，这套图我真的修了100多张，用时可能不到半天。这里我把我平时修图的一个高效率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就是复制粘贴。我们把调好的这张图的参数复制，然后粘贴在另外一张没有调的原图上。之后你需要做的就是简单的调整一下曝光就 OK 了。那到此为止呢，结合我上一期的樱花视频，我已经把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早樱的拍照的所有理解都已经分享给大家了。其实不用我多说，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我在标题上写的那个一看就会，本质上呢是为了吸引点击而写的东西。实际上我并不指望，我也并不能保证
通过这10分钟，短短10多分钟的这么一个视频，能够让大家就说从什么小白变成什么摄影大师，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但你也许或多或少会比10分钟前的你要更强那么一点，那我觉得可能这样就足够了。另外呢，在视频的最后，我想说，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信练习的力量。这是我2年前拍的照片，那这是我1年前拍的照片，以及现在拍的照片。只要你愿意不断的练习，回过头来，你就会发现